亚太局势越加混乱，日本这可没少在中间浑水摸鱼。日本海空自卫队的存在感更是十足强劲。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搞什么自由行，但是却没有每当我国军机、军舰到东海附近巡逻的时候，日本总要跳出来刷刷存在感，干涉我军在自家领空范围内巡航。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存在感再大，也没比得上这一次刚起飞上天就仅传噩耗。据媒体报道称，日前日本自卫队又在海域上空发现了外国飞机，于是为了守卫国家安全，日本就派出了一架 F-2AB 多用途战斗机进行警示驱离，想要在东海耍威风，彰显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护卫主权安全的决心。然而结果并没有日本所愿，甚至对日本来说还糗大了，因为这架 F-2AB 多用途战斗机在起飞以后刚上天，其座舱的座舱罩就直接脱落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架飞机从12点45起飞到座舱罩脱落，然后飞行人员1点04分降落，中间不足20分钟时间，时间之短令人难以想象。就连座舱罩脱落这种几乎快散架的事故，在全球更是难以找出多少来。所以日本这是怎么了？按照日本通报的消息，这次脱落的座舱罩虽然重达90公斤，但是掉下来却没有砸伤其他人。目前推测可能是掉落在遭昌市东部的山区。而且话说回来，这次日本飞行员也算是开了一把敞篷战斗机了，就是不知道日本倡导的工匠精神对此是什么意见了。说起来，把这架 F-2AB 多用途战斗机称为日本自研也能说得过去，毕竟是日本三菱公司在美国卖给日本的 F-16上自行研究改制的，放在20年前那也算是响当当的一架战机了，如今却落入如此近乎散将的境地，看来日本军队真实实力也有待验证了。虽然说日本军事力量不算很强劲，但是这种飞机起飞上天却发现座舱罩出问题的事故，怎么看都不应该发生吧？毕竟每架飞机上机都必须要经过严密的检查的。如今日本出现这种问题，是否可以推测日本内部后勤有问题，亦或者日本军队老化已经非常严重了？毕竟日本近些年一直试图从美国采买先进战机，企图替代现有战机的事已经人尽皆知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点很敏感，紧邻对马海峡，稍稍往下来就是东海海域了。所以虽然日本没有明确的说这次紧急起飞是为了驱离哪家的飞机，但是有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可能和中国有关，毕竟中国军机偶尔会到这边来一趟。不过这也就是猜测而已，这里也算是紧邻韩国了，和俄罗斯距离同样不远，而且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都不咋样。当然不管怎么说，日本这次确实是糗大了。就在10月11号的凌晨，我国西部战区其极少有的在这个时间点发布了一则通告。因为时间问题，该通告还没在国内引起波澜的时候，却第一时间把长期关注我国动向的西方媒体的目光集体转移到了中印边境上。原来经过数小时的谈判之后，我国与印度约定的第13轮军长级会谈终于落下帷幕。然而从情况来看，这场谈判算是双方不欢而散。而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国西部战区给出了一份通告，该通告内容十分简短，不过3句话，基本就是印方的要求不合理也不切实际，人为给谈判制造困难，印方不要误判形势。无独有偶的是，在10月11号当天，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同样就此事进行评论，并就当前中印边境形势强调，中方为两国边境局势的缓和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印方仍然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两国的谈判增加难度，希望印方不要误判形势。有观察人士指出，我国西部战区和外交部的同时放话，内容不多，但信息量却很巨大。首先最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印在去年的流血冲突之后，经过一系列谈判有所好转的中印气氛再次突变，并急转直下。其次，这是我国自2020年边境冲突以来态度最为坚决、措辞最为严厉的一次，这在双方谈判以来，这种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再次是在评论的用语上，不要误判形势和拿出诚意，其实就已经相当于是直白的警告。当然，比勿谓言之不预还是要差上一档的。但如果印度依旧执迷不悟，觉得可以趁着中美博弈就能够在中国边境上捞取利益，那就很快要来这一档了。最后则是与此前印媒公开造谣我军将士被印度扣押有关。在近期，我国社交媒体平台开始大量曝光出一批印军被俘虏的照片，这其实是对印媒这种妄图篡改事实、鼓动国内对话情绪的强硬回击。通俗来说就是给你脸你不要脸，那就狠狠地给一耳光，让全球看看到底谁在说谎造谣。有分析认为，印度的扩张战略早就深埋于印度整个精英阶层，而这种战略受限于南亚地区地理因素，天然要突破喜马拉雅山脉的限制。因此，中印双方的利益冲突本质上是印度根据发展需要必定挑起的冲突。
我国单方面想要寻求和平局面是几乎不可能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彻底改写整个印度的发展战略。但这个方式在现阶段中美博弈期间还是十分困难的，这即便在未来也需要我国很大的决心。说起挑衅，这似乎变成了美国的专利，但是日前美国的一次挑衅却栽了，意外害了自己的盟友。据美国驻欧洲、非洲空军司令部消息称，日前美军2架 B-1B 战略轰炸机飞越立陶宛领空上方，同欧洲各国开展了联合空中演练。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军如此大动干戈，其真正意图在俄罗斯。据报道介绍称，这2架轰炸机直逼俄罗斯边境。另外，这并不是普通的轰炸机，而是能够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不过，普京当然也不甘示弱。这一次，在美军轰炸机逼近挑衅之际，俄罗斯做出了一个别样的回击举动。俄罗斯东部军区最新通报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反舰舰在太平洋地区完成了一次演习活动。在地区局势紧张的关键时刻，任何一场军事演习似乎都带有别样的意味。对此，俄罗斯这一场军事演习被认为是武力威慑日本的表现。在这之前，俄罗斯就曾经在距离日本本土不到300公里的地方举行了一场军演，并且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在日本周边举行军演活动将会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常态化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俄罗斯军演活动大有加码之势，其一次性在日本海完成了10枚导弹的发射任务。本来应该是射向欧洲方向的导弹，这一次却向着反方向射出。尽管没有直接回击美国的挑衅，但是俄罗斯反手的这一招却十分高明。我们知道，现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印太地区已经成为了美国重点甚至是第一关注的地区。尽管俄罗斯在面对美国时姿态十分强硬，但是在面对美国持续的高压围堵，俄罗斯难免显露疲态。因此，在这个时候主动卷入印太局势就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做法。如果说在欧洲俄罗斯是孤军奋战，那么在印太俄罗斯就会获得一个最强的帮手。一旦中俄联手，那么美国所谓的挑衅就会瞬间化为泡沫。所以说，俄罗斯这一招让日本成伤，加大在印太的存在，其内核是加强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系。未来这必将成为一种常态，到那时应该感到紧张的除了美国还有日本。不得不说，美国这次挑衅害惨了日本。众所周知，美国霸权之所以能够横行世界这么多年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盟友。在欧洲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北约，帮助美国抵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在印太地区，美国又组建了一个印太小北约，来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这些盟友确实在很多时候帮了美国的大忙。例如，俄罗斯在北约的高压对抗下，已经逐渐呈现疲态。但是，这样的一个联盟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在美国看来，盟友不过是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踏板而已。在这一过程之中，美国执意的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坚持美国优先，这些已经让众多的盟友不满。而除了不满之外，更令美国恐惧的是，美国盟友接连高举反美大旗。日前曾被称为美国铁杆盟友的土耳其，恐做出一个反美举动，其表露出很大的购买枭龙战机的想法。据报道介绍称，在坚持购买俄罗斯 S-400后，土耳其被提出了 F-35战斗机的生产计划中，美国的这一制裁也令土耳其大为受伤。因为这一制裁，土耳其空军的下一代战机计划陷入了混乱之中。现如今，土耳其空军中的主力战机 F-16逐渐老化，其军中急切需要一批新的战斗机来替换。另外还有更为危险的现实原因，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已经逐步推进其空军现代化升级的进程。反观土耳其，因为美国的一个制裁，处境变得十分危险。结合以上2点原因，土耳其进行战斗机的升级换代显得尤为迫切。因此，有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购买中巴合作研制的枭龙战斗机的可能性更大。尽管购买俄罗斯战斗机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不如购买枭龙来的实际。在看到这一番推测之后，有人感慨到，枭龙真成了反美标杆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不会受到任何西方势力的限制。更加让人解气的是，土耳其的这一招算得上是给了拜登当头一棒。
早在之前，美国同土耳其交好，就是看中了其在大国对抗中的重要位置。土耳其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另外被称为天下咽喉的土耳其海是地中海通往黑海的唯一海峡。在美俄对抗中，土耳其一旦反美倒向俄罗斯，将会对美俄博弈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土耳其一旦彻底反美，其将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难怪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真正的敌人已经露头。